你正在计划一趟釜山自由行吗？这系列影片记录了我们5天4夜使用釜山 Pass， 一口气玩爆12个景点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那就跟我们一起玩釜山吧 ，Go Go！从乐天阿赖离开后，我们就搭计程车回到青沙浦，准备搭海岸列车到维普吃晚餐喽。刷趴进站后，会有站务员引导排队顺序，即使排在队伍最前面，由于是在青沙浦上车，所以通常是没有座位的哦，只能在最后一排的占位区。但沿途的风景还是很漂亮哦。虽然表定15到30分钟会有一班车，但可能因为人数过多而无法上车。我们当天就等了40分钟呢。哇，大排队呢，人超多的，赶快去排队吧。这家是吃生腌的哦，酷，那搞错了。这2家是怎样？名字一模一样是不是？太像了，一个叫维普酱，一个叫维普墨酱。从维普车站出来后，我们要去吃晚餐喽。釜山的海鲜颇负盛名，其中烤扇贝更是当地人最爱的菜单之一。位于日本海与东海交界处的釜山，由于海水交换频繁，水质干净，含氧量高，温度适中，所以特别适合扇贝生长。这些条件让釜山的扇贝相较其他地方甜味特别突出，肉质更加紧实。这也是韩国本地人到釜山旅游一定会品尝的海味哦。Hello， 我们现在人要来吃晚餐了。我们来的这一家是叫维普墨家，它是一间烤扇贝的餐厅，它跟另外一间维普家名字超像的，但是维普家它就是生腌的，也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那一家。这边的话，从海岸列车那边走过来，大概走个10分钟。我们刚刚从奥莱那边搭计程车，然后搭到青沙浦站，再搭海岸列车回来。因为是中间站嘛，所以海岸列车的话比较没有位置可以坐。如果你们想要坐在第1排欣赏风景的话，建议可以在首站或者是末站，就是维普或者是松平站这2站上下车，这样你们比较容易坐得到位置。海岸列车的话，如果你是使用釜山通行证，你第1趟车记得要去柜台换票，那换下来的票是长这个样子。那是一张 receipt， 然后有 QR code 这样子。因为你换了这张票之后，就等于是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用这个搭，它就是1日券的概念。看起来超像垃圾的，对不对？很容易就会被丢掉，但其实它是车票。你们换车票的话，只有3个大站可以换，东平、青沙浦跟维普这3个大站会有柜台可以换票，其他都是小站。其他都是无人站。对对对。这个应该是洋葱跟萝卜吗？然后这是什么凉拌意大利面？这个是什么？我最好奇了，这个特别像虫。是啥啊？这就是烤扇贝嘛，就上次了2个酱，感觉应该是醋。哎，这是辣酱吧？它可以多口的，看不出来它好了没？但是看起来都像熟的。先吃泡面。这算是我们的第1个正餐，早上吃完面包之后就再也没有吃过东西了。这个泡面里面的这个章鱼很够意思超级大。这个章鱼这个个头应该有个2、3个吧。它好的第1个贝，先加这个很像醋的酱吃吃看。这是辣酱吗？红色的那个像是西式版的韩式辣酱，比较淡的那个颜色吃起来像酸甜酱。这个是拌什么的？好不知所云。它是奶油、洋葱跟玉米啊，很气死。这个是要让你自己玩焗烤，是不是？这个就很新鲜的，这种小卷。我觉得可以啊，我比较怕拉肚子。
挑这张的。刚刚阿姨来教我们正确吃法了。阿姨的做法就是先在火上面烤一下，让它脱壳之后，然后全部丢进那个cheese盒里面。我觉得我好像试探明白，不太知道好吃在哪里。就是加了cheese之后看起来好厉害哦。那点看起来很红，是被火烤的还是光照在脸上？好，然后我们吃完了，你的感想呢？我觉得你们尝鲜就好，不要点太多。我觉得上手难度较高啦，可能是我们平常就没有很常吃扇贝。哎，那个手法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我看那个 Google 评论，有人说他们的料理手法很随便，他们说好好的扇贝被你这样子跟起司煮在一起，好吃不好吃都吃不出来，所以我觉得偏雷。然后我们点的是一个小份的扇贝，然后再加一份泡面，这样总共是68000元，不便宜耶。海鲜嘛，海鲜就是大概都这样。它对于外国人来说比较难上手啦。但是哦，很多当地人去吃。你们如果是从海岸列车，对不对？你们出站之后就沿着这个路，从右下角那边就可以下去了。那我们现在吃完，准备要去 X the Sky 吗？就是那顶最高的建筑物，我们准备上去看一下夜景。这边要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从大楼的东北方向进来，好艰难的路，不要绕错边，绕错边的话就要走超远。它的入口就是在面对海的那一边。我们上网做功课的时候，看到有人分享从连接 X the Sky 的旋转门进去，但实际到现场的时候，才发现已经被上锁了，周遭也都是尚未招商的柜位，整体看起来闲置了一段时间。从西南方向面对大海，沙滩步道末端的入口进来才是正确的方式哦。完全没有灯诶，还没开吗？釜山 X the Sky 大致上有以下几个看点：观景台、透明高空步道、纸飞机许愿池、全海景手扶梯，以及世界最高的星巴克。建议大家要在太阳下山前上来，可以看更远，拍出更好的照片哦。我们当天太晚到了，再加上内部完全没有开灯，整个都黑漆漆的。这个买起来比较划算嘞，可恶！多少钱一只？这边12000。结果快凶嘞，最近买16000嘞，但是比较大只啊。哎呦，这边款式比较多，这个 Boki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来搭那个去看那个夜景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应该算是什么航司大楼吗？还是什么海港大楼？我们现在在里面上厕所。我想釜山现在是限电是不是啊？整个港口很黑耶。我们刚刚去那个 X the Sky， 里面也都超黑的，我都不知道是还没开灯还是真的就这样子。你看哦，现在我们身后就是这个就是航司大楼。镜头上面看起来比较亮，但是超级黑的。我们刚刚是请计程车司机先在大马路放我们下来，放我们下来之后找不到因为它这边是在一个公园的后面，然后公园里面都是树。其实你那个建筑物穿过去就进来码头这边了。对，但是你到码头这边哦，码头上面的数字也没有很清楚，因为它都没有灯，太暗了。对，它只有旗子，然后你要走很近才看得到哦，这边是5号码头啊，我们是432确认报道这样子。晚上的话要穿外套哦，晚上会冷，而且不要出海哦。我们订的这间听说有提供毯子，然后有晕车药，会晕船的人记得要带。The yacht waiting area。那我们找到了它的等候处，在建筑物进来之后左转走到底。它这边算亮的，因为它有那个挂一些灯饰，然后旁边是篮球场。我们刚刚看到的旅游团都是在4号跟5号结合。4号也是很有名的，4号是另外一间，也是那个釜山 Pass 有配合。那一间之前有传出一些有不好的体验，所以想说换一家试。有人说他的釜山 Pass 就是都会先扫 QR code 去给他登记，但是那
那个人他发现他的 QR code 在启用之前已经被启用过了，他的那个时间等于是提早结束了。但是我后来发现有一个可以 debug 的办法，你买实体卡，因为实体卡你贴到双节它的 QR code 只是你要兑换票券的 QR code， 并不是你真正的那个釜山 Pass QR code。但是他今天当天还是有请我传那个实体卡后面的 QR code， 因为他怕你跑票，你预约当下一定要先传一个东西给他。那如果你是实体的话，就比较不容易发生这种事，比较晚啊，比较保险。集合完毕后就准备出发啦。码头边真的很黑，大家要注意安全，跟着工作人员的荧光棒就对啦。Okay, please everyone change your shoes and your shoes put down there. Okay? 为了确保安全，上船前会要求大家换上直滑拖鞋，救生衣也一定要穿上。整趟出海乘船时间约1个小时，景色从一开始在码头远眺广安大桥，一直航行至广安大桥旁，放完烟火后结束返程。回程一边听着船上放的电音舞曲，一边欣赏夜间的釜山市容，再搭配上船家提供的免费饮料，这个行程体验上真的非常不错哦。我们搭完船了，先说结论，再带外套，好冷哦！我刚刚看到我旁边那个女生哦，穿无袖，她开始把所有人的包包都堆在她身上。你以为那个有帮助吗？5、6月很冷哦，因为晚上再加上你到海边，那个温度差太多了，一定要带外套。这个船上它有提供免费的饮料，大家可以去拿。她不会主动讲了，反正她就是放在那边，反正它就有写，就是请自便。然后上面会有那个帮忙人家拍照，他拍照不用钱，她还会洗出来的，而且他那个专业相机拍起来应该是蛮漂亮，对，也可以请他帮你拍。然后她还要负责放烟火，她看起来超累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回饭店休息，因为明天还是一天满满的行程。哦对，然后如果要拍风景的话，你就可以先去排队嘛，这样你就在队伍头，然后只要一上船你就先冲船头。它有几个角度还不错，像它那个前面船头那边有2个座椅，那个就是你打海运。这边就是从那个什么航司大楼走出来，然后外面就是大马路。因为我之前有问过他们有没有接驳车，他们说这是看当天的情况，因为他们是有这个服务，只是不一定会有。所有人是内，那我们就出去叫车。今天的釜山之旅第3天结束啦。明天一早我们要去甘川洞文化村使用免费的韩服体验，后续还有一系列的釜山 Pass 体验也都是免费的哦。喜欢影片的朋友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